2025年6月7日，俄羅斯庫爾斯克州的上空，隨着一架巨大的橘紅色火球在天空綻放，一架編號特殊的蘇 -35S 戰鬥機如同一隻被折斷翅膀的大鳥，拖着長長的黑煙砸在了俄羅斯境內的農田裡。這一幕讓蘇系戰機的粉絲們都看傻了。要知道，蘇 -35S 可不是什麼無名之輩，它可是俄羅斯空天軍的掌上明珠，是號稱能單挑 F-22、脚踢 F-35的超級戰機。可就在這一天，這尊神話被拉下了神壇。更讓蘇粉們難受的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凱恩上将隨後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輕描淡寫地甩出了一個更驚人的消息：這架蘇 -35S 是被烏克蘭的 F-16擊落的。這就好玩了，輸給美國空軍，有些人還能騙騙自己；輸給烏克蘭，那可真是破大防了。不過時間總能淡忘一切，蘇粉明白，烏克蘭人更明白。於是，在這個7月，烏東戰線上，另一架蘇 -35S 也成為了烏克蘭空軍獻給人民的鮮花。那麼問題來了，一個單發輕型已經服役了快半個世紀的老戰機 F-16，憑什麼能把双发重型、號稱擁有超機動性的蘇 -35S 打得滿地找牙？是俄羅斯飛行員水平有限，還是說蘇 -35S 身上那個無敵的光環，其實從一開始就是用半導體芯片和宣傳口號編織出來的幻影？今天就帶大家深度復盘這兩場跨時代的空中獵殺，看看 F-16為何能完成鎮斬蘇35的戰績。開篇，咱們先聊聊2025年6月那次震驚世界的首殺蘇35。很多人在了解到這件事後，第一反應可能是兩架飛機在大氣層裡拼命盤旋，一會兒做個眼鏡蛇機動，一會兒來個落葉飄，而最後 F-16靠着靈活的身手反殺。可惜的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以往那些空戰影片裡的超然場面，我們先趁早把它從腦子裡擦掉。現代空戰，特別是這種體系化的對抗，講究的是精準狙殺，還沒見面你就已經死了。在這場戰鬥中，那架墜毀的蘇 -35S 飛行員，直到跳傘的前一秒，可能都沒在雷達屏幕上看到 F-16長什麼樣。這就牽扯到了咱們今天第一個要聊的空戰概念 A 射 B 導戰術。這是個什麼意思呢？咱們通俗點講，以前打仗是我靠着雷達照射目標，然後發射導彈打擊，這叫自發現自打擊。但蘇 -35S 有一款很厲害的雪豹翼雷達，功率特別大，照得遠。F-16要是敢大搖大擺開着雷達去照蘇 -35S， 這跟在黑夜裡打燈籠沒什麼区別。但烏克蘭人這次學聰明了，他們沒有自己單幹，在 F-16身後450公里的地方停着一架瑞典援助的薩博340預警機。這架預警機背上背着巨大的艾利眼雷達，那可謂是真正的上帝視角。他在安全區悄悄盯着蘇 -35S 的一舉一動，然後通過一種叫 Link16 的戰術數據鏈，把蘇 -35S 的坐標、速度、航向就像發微信定位一樣，悄无声息地推到了 F-16的座艙裡。這個時候的 F-16在幹嘛？它在靜默，在空中潛伏。它的雷達是關着的，沒有任何無線電波。在蘇 -35S 的告警系統裡，周圍的天空是一片寂靜，沒有任何人在鎖定它。F-16就像一個曾經的芬蘭死神那樣安靜等待，他不需要看，他只需要按照預警機發來的指令，在正確的時間往正確的位置按下一枚 120D 中程導彈的發射鈕。導彈飛出去以後， F-16直接掉頭回家，深藏功與名。那導彈發射後誰來接管呢？還是後方那架預警機。預警機的雷達一邊盯着蘇 -35S， 一邊給半空中的導彈發指令，往左飛一點，再低一點。好，看到它了。直到導彈離蘇 -35S 只有不到20公里，導彈自帶的小雷達突然鎖定蘇 -35S。這時候蘇 -35S 的座艙裡才會響起刺耳的告警聲，但此時導彈的速度已經達到了4倍音速，蘇 -35S 就算有再強的機動性，也躲不過這種已經衝到臉上的敲門磚。這就是現代戰爭中真正的空戰，即所謂的體系壓制。在俄羅斯人還在效仿曾經的蘇聯空軍，營造單兵英雄主義，覺得我俄羅斯空軍只要飛機大勁兒足我就厲害時，烏克蘭人卻在開發新的空戰體系，畢竟人家背後站着的可是北約的數字化作戰網絡。這場仗從蘇 -35S 被預警機盯上的那一刻起，其實就已經打完了。如果說第一場戰鬥 F-16擊落蘇 -35S 靠的是有些人嘴裡的暗箭傷人、實稿偷襲，那麼2026年7月的那場2度獵殺，就是烏克蘭在展示一場徹頭徹尾的戰術碾壓。這次烏克蘭人給俄軍布了一個天上的局。咱們大家都知道，蘇 -35S 的飛行員普遍有一種獵人心理，特別喜歡抓那些落單的或者低價值的目標。烏軍就利用這一點，玩了一出空地一體伏擊。他們先派出一架飛機故意暴露位置，在低空飛得搖搖晃晃，
甚至故意在无線電裡說些廢話，偽裝成一個正在執行對地攻擊任務且沒啥經驗的新手。這在蘇35S的雷達眼裡，簡直就是一份送到嘴邊的公勳章。俄軍飛行員立功心切，立刻壓低機頭，從高空俯衝下來，準備給這個獵物致命一擊。可他不知道的是，當他降低高度進入攻擊陣位的時候，他其實已經掉進了一個精心布置的陷阱當中。在更高更遠的地方，2架真正的精銳 F-16正關着雷達冷眼旁觀，而在地面上，美制的愛國者防空系統雷達也正處於靜默待機狀態。就在蘇35S鎖定了誘餌準備開火的瞬間，地面雷達和高空 F-16同時領域展開。領域展開。這一瞬間，蘇35S的告警系統估計都直接死機了，到處都是鎖定信號，上面有導彈，前面有導彈，地下還有導彈。更讓蘇35S難受的是，為了抓誘餌，蘇35S的飛行員把高度降到了幾千米。這個高度的空氣阻力大，蘇35S那些引以為傲的超機动动作，在低空會損耗大量的能量。這就好比一個人踩在了齐腰深的爛泥地裡，你有再大的力量也使不出來。最終，這架蘇35S陷入了平位旋轉，那是戰機失去控制後的絕望掙扎。飛行員最後雖然跳了傘，但那架代表着俄羅斯航空工業巔峰的重型戰機再次淪為了一堆廢鐵。這2場仗打完，大家會看到一個殘酷的現實：在如今的現代戰爭裡，如果還幻想靠着一個人一架飛機的性能去統治天空，那基本就是白日做夢。F-16在2次行動中不僅是一架戰機，它更像是一個信息終端，它背後連接着衛星、預警機、地面雷達，它就像一個現代化的外科醫生，在精準的情報支持下，用最簡單的手法切斷了蘇35S那遲鈍的神經。聊完戰術，咱們該來扒一扒飛機上的硬件了。很多人可能會拿出對比表跟我爭，你看蘇35S的推力多大，速度多快，雷達號稱能看400公里。哎，那重點來了，參數這玩意兒是可以注水的。首先，咱們聊聊 RCS， 也就是雷達反射面積。你可以把它理解為飛機在雷達眼裡的體型。蘇35S是個典型的大體型飛機，為了追求高機動和載彈量，它機身到處都是凹凸不平的掛架和外露的发動機噴口。在雷達眼裡，蘇35S就像一輛開着遠光燈在黑夜裡狂奔的卡車，時不時還要按2下喇叭，反射面積能高達15平方米。而烏克蘭這些 F-16雖然老，但盟友在交付前給它塗了一層黑科技，一種特殊的锡箔涂料。這層塗料涂完之後， F-16在雷達裡的體型直接縮成了一個彈丸，反射面積只有 1.2 平方米。這意味着和我們最初的設想不同，現在的情況是蘇35S還沒看到 F-16呢， F-16早溜到蘇35S附近，將它一掃而光了。這就是為什麼蘇35S總覺得自己被暗算的原因。再說說那個號稱400公里的雪豹 E 雷達，這雷達確實功率大，但它有個致命的弱點，蘇35S用的雪豹 E 是無源的。咱們通俗點說，無源相控陣就像一個巨大的手電筒，功率特別大，照得遠，但它有個致命傷，那就是雷達存在视野盲區，而且因為功率的原因，它的信號特徵非常明顯。在北約那種高級電子戰飛機眼裡，雪豹一開機就像是在黑夜裡點燃了一個巨大的探照燈，人家隔着幾百公里就能發現你在哪兒，然後精準地對你進行電子压制。更尷尬的是，雪豹 E 為了撐面子，還要強行追求所謂的大角度掃描。苏霍伊的工程師在發现雷達電子掃描的角度不夠寬時，是怎麼解決的呢？他們選擇給雷達裝了一個機械磚頭。這台高大上的雷達竟然是裝在一個左右晃動的機械轉盤上的，這在航空界簡直是個笑話。大家想想，當你在進行激烈的空戰格鬥時，飛機的過載好幾個 G， 這時候雷達還在那兒左右轉頭找目標，這種設計的反應速度怎麼跟 F-16那種瞬間變頻、瞬間掃描的技術比？所以在實戰中，蘇35S的雷達經常是看得遠但看不住，搜得到但鎖不牢。面對 F-16涂了锡箔材料後的升級后，雪豹 E 在强干擾下，實際的雷達發現距離可能還不到100公里。不過比起技術上的缺失，蘇35S更離譜的還在後面。根據烏克蘭拆解蘇35S殘骸的報告，也就是所謂的白皮書，人們驚訝地發現，這架號稱100%國產、代表俄國最高水平的戰機，裡面竟然塞滿了西方的民用芯片，從火控系統到導航計算機，甚至到電子戰夾艙，到處都能看到美國、日本和歐盟的電子元件。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俄羅斯的軍事工業在最核心的微電子領域已經和世界脫節了。隨着制裁的加重，這些芯片拿不到原廠的，只能從第三方買，這就導致了蘇35S的航電系統經常罷工，平均出故障的時間越來越短。這種情況下，你把飛機吹得再強，它能頂用嗎？
順着電子元件，我們繼續吧，聊聊大家都喜歡討論的材料工藝。在這裡，你能看到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工業設計思路。俄羅斯人在造蘇 35S 的時候，是真的捨得堆料。為了承受矢量發動機帶來的那種反人類的過載，蘇 35S 大量使用了鈦合金。不過，鈦合金這玩意兒確實好用，又硬又輕還耐熱，但缺點就是貴，而且加工難度大得驚人。俄羅斯擁有世界上頂級的鈦合金鍛造技術，所以蘇 35S 的主承力量就像是一塊巨大的整體锻造的鐵塊，這就是為什麼它能在天上做那些花里胡哨动作的原因。而 F-16 呢，它的設計理念是性價比，它的机体里 80% 都是航空铝合金。這種材料雖然不如鈦合金抗壓，但它成熟、便宜、易維護。如果飛機受了傷，地勤人員拿塊鋁板敲敲打打就能修好。這兩樣設計思路撞在一起會是什麼結果？看看當年的德國動物園硬刚蘇聯鋼鐵洪流就知道了。在和平時期，高精尖武器確實拉風，但到了高強度的消耗戰中，精密武器的維修零件斷了，只能趴窩。而便宜耐用、通用性高的武器，卻能靠着龐大的備件庫和簡單的結構天天出勤。這種供應鏈的深度，在長期的戰爭中，往往比那一兩個特技動作要重要得多。我想，俄羅斯作為蘇聯的繼任者，不可能不明白這個道理。只能說，末路帝國大概都是一個樣子。寄希望一個英雄來讓自己翻身，武器是這樣，人是不是？火力軍就不清楚了。講到這裡，我們可以來做個總結。F-16 兩次擊落蘇 35S， 這絕對不是偶然的運氣，這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結束。那個靠着王牌飛行員的個人天賦，靠着飛機強悍的物理性能，在藍天上進行1對1格鬥的時代，已經徹底成了歷史。現在的天空是信息戰的天下，是數據算法的天下。蘇 35S 就像是守着舊時代孤獨起舞的劍客。它動作優美，劍氣縱橫，但 F-16 代表的是一支端着自动步槍的現代化小隊，只需要1顆子彈，戰鬥就結束了。蘇 35S 的神話破滅了，這給全世界的武器買家提了個醒：買飛機不能光看說明書上的參數。如果你的飛機不能融入一個強大的作戰體系，如果你沒有自主的穩定的半導体供應鏈，那麼在真正的戰場上，你那價值数千萬美元的先进戰機，可能也就是讓對方損失枚導彈的事兒。隨着俄羅斯空天軍被迫把殘存的蘇 35S 撤離前線，東歐的天空此刻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制空權不再屬於某個叫得最響的，而是屬於那個打得最準的。好了，關於 F-16 和蘇 35S 這場對決，當然如果一發秒了算对決的話，畢竟火力軍還不想收到張通往莫斯科的單程飞機票。關於 F-16 陣斬蘇 35S 的事兒，我們就先聊到這裡。如果你也感慨於現代戰爭的殘酷，別忘了按讚，給火力軍一個支持。最後問一下各位觀眾，你們覺得在這2次慘痛的教訓之後，俄羅斯蘇 35S 隱身戰機還能通過什麼樣的技術改進來找回俄羅斯空軍丟失的面子呢？評論區裡見分曉。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1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